租客把房子损坏了，你拍过照片，租客答应不养宠物，你也记得签过附加条款，但是到了真正发生争议的时候，照片找不到，文件也找不到，那你所谓的记得可能根本不能成为证据。大家好，我是 Jimmy In， 我在加拿大温哥华从事物业管理超过20年，欢迎来到聪明房东。这一集我们谈一个很多房东平时觉得不重要，出事以后却可能直接影响结果的问题，文件管理。有一位房东出租了一套公寓，因为大楼管理规定租客不能养宠物，所以双方在租约之外又签了一份宠物附加条款。1年以后，大楼管理处通知房东，单位里面养了一只狗，并且开始产生罚款。租客却说房东后来口头同意了，而且我们签过一份新的协议。房东非常确定自己从来没有同意。问题是当他回去找文件的时候，原来的宠物附加条款不见了，电子邮箱里没有，电脑里找不到，纸质原件也不知道放在哪里。最后整件事变成了双方各说各话，罚款不断增加，房东也花了很多时间和费用处理。问题不一定只是租客说了什么，真正的问题是房东无法证明双方原来到底约定了什么。很多房东会说，我记得很清楚，租客当时明明答应过，我以前一定拍过照片。但是发生争议时，处理机构通常需要看的不是谁讲的更肯定，而是有没有清楚、完整、带日期，而且能够确认来源的证据。例如，双方签署的租约和附加条款、入住和退租检查记录、带日期的照片或视频、维修申请和发票、租金记录、正式通知，双方的书面沟通。记忆会改变，文件不会，前提是你还能找得到。第一，所有资料都放在电子邮箱里，电子邮件是沟通工具，不应该是你唯一的文件系统。第二，照片只留在手机里，手机坏了、换了，或者照片被误删，证据就可能一起消失。第三，文件名称全部都是扫描件1或者一堆编号，几个月以后连你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么。第四，只有纸质文件，没有扫描备份。第五，家里只有一个人知道文件放在哪里，万一这个人生病、出差或者无法继续管理物业，其他人根本接不上真正专业的文件系统。不是我大概知道放在哪里，而是任何经过授权的人都可以在几分钟内准确找到。先提醒一下，本节目只做一般教育和个人经验分享，不构成法律意见，各地规定和个案不同，也可能更新。实际操作前，请查阅当地最新官方资料，并向当地持牌物业经理或合资格专业人士确认，不要只根据本节目做出决定。每一套物业、每一段租期至少应该建立6个核心文件夹。第一，申请与审核资料，包括申请表、核实记录、申请人授权以及相关审核结果。敏感资料必须安全保存并限制访问。第二，租约与附加条款，保存双方完成签署的最终版本，不要只保存没有签名的草稿。第三，入住、定期及退租检查，检查表、照片和视频必须注明日期，并能够对应具体房间和问题。第四，维修与费用，保存租客报修、房东回复、承包商报价、工作完成证明和发票。第五，租金与押金记录，清楚记录应付金额、收款日期、欠款及依法处理押金的相关资料。第六，沟通与正式通知，重要决定不要只通过电话，通话以后最好用书面方式确认。根据我们今天的电话沟通，双方确认以下事项。这6个文件夹构成了你管理的基本盘，文件名称一定要统一。我建议采用日期、物业地址、租客姓名文件内容，例如2026年8月1号 Cambie Street 王先生入住检查，或者2026年8月1号厨房水槽维修发票日期，最好使用年月日的顺序，这样文件自动排列以后就是完整的时间线。每次签署新文件都保存最终版本，并备份到安全的云端系统，同时开启2步验证。记住，一个物业、一个租期、一套完整记录，这是保护你自己的关键。聪明房东不是特别会争辩的人，聪明房东是在问题发生以前就已经把事实保存好的人。今天给自己做一个简单测试，如果明天需要参加听证，你能不能在5分钟内找到租约、检查记录、付款记录、维修资料以及完整的沟通时间线？如果不能，你现在缺少的可能不是证据，
而是一套能够保护证据的系统。下一集我们继续讨论，文件保存好了，为什么还是可能不够？因为保存文件和持续追踪事件其实是两回事。我是 Jimmy Ing， 关注聪明房东，让出租管理少一点猜测，多一点系统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关注、订阅、分享，专业房东从正确的系统开始。